大家好，我们是正话直说。今天《纽约时报》的一篇长文彻底扯下了这块遮羞布，文章详细复盘了特朗普是如何被拖入与伊朗的战争泥潭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庞大帝国无力回天的真实缩影。你不要觉得不可思议，美国在这个烂泥潭里是真的打不下去了。这才是这场闹剧最大的高光点。我们直接把最核心的真相抛出来。现在的美国早就不是那个能同时打赢2场中型战争的超级大国了，他们的制造业空心化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而特朗普现在急着跟伊朗谈判，根本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因为这笔生意再打下去就要破产了。很多所谓的精神美国人这2天彻底破防了，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强大的自由灯塔居然要按照伊朗的框架去低头谈判，还要讨论战败赔偿，还要讨论撤出中东，还要眼睁睁看着伊朗实控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觉得这是奇耻大辱，但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我们先来看看华盛顿那个草台班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内塔尼亚胡拿着一堆精心包装的方案到处吹牛，赫格塞斯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在旁边疯狂拱火，万斯在苦苦劝谏，但根本拉不住当时热血沸腾的特朗普。可是打着打着情况就完全不对了。现在的局势对美国来说尴尬到了极点。当初如果不动手，哈梅内伊还在，伊朗内部因为镇压民众其实已经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美国只要派几架飞机去象征性的炸一炸，就能稳稳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施加极限压力。可是特朗普不但真打了，还把哈梅内伊给炸死了。这一炸彻底把局面给炸乱了。伊朗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既然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我还怕你美国干什么？这就叫彻底祛魅。以前伊朗还会担心战火重燃，现在反而是美国要拼命证明自己停火是真心的。以前伊朗要赔偿，美国趾高气扬地要求伊朗先放弃核武器，现在伊朗的态度变成了我可以不搞核武器，但你必须给钱。美国国库虽然空了，但特朗普这只老狐狸眼睛一转，就把主意打到了中东那些王爷国的头上，准备敲他们一笔竹杠来填坑。此前伊朗让美国撤出中东，美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还要求伊朗销毁能打到以色列的导弹。现在伊朗直接摊牌，销毁导弹绝不可能，但我可以施舍般的允许你在中东保留2-3个基地。面对这种屈辱的条件，精神美国人简直如丧考帻。他们忘了最关键的一点，特朗普从来都不是什么上帝之子，更不是正义的化身，他就是一个纯粹的精算师，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生意场上最重要的法则是什么？是止损。仗打成这个鬼样子，沉没成本已经大到了天上。如果特朗普咬紧牙关硬撑下去，这就会变成一个深不见底的财务黑洞，最后会把整个美利坚合众国活活吞没。如果战争一直拖延，全球油价就会飙升，美国国内的通胀就会彻底失控，美联储就不得不再次进入痛苦的加息周期。一旦走到那一步，美国国债这个庞然大物就彻底崩盘了。权衡利弊之下，及时止损才是最优解。只要能换来油价大跌和美股大涨，特朗普对华尔街金主们就算是有了完美的交代。至于所谓的战争赔款，比起整个国家破产的风险，那简直就是9牛1毛。为什么强大的美军突然就软了呢？我们必须从底层逻辑来扒一扒美国现在的系统性危机。首先就是触目惊心的制造业崩溃。美国突然绝望地发现，他们引以为傲的工业体系已经连一场中等规模的消耗战都支撑不起了。开战仅仅3天，美军就疯狂消耗了800多枚爱国者拦截导弹。你知道这有多可怕吗？美国全国1年的产能也就只有700-800枚而已。这才打了几天，美军的弹药库就已经见底了。由于拦截弹严重匮乏，伊朗导弹的突防概率直线飙升，美军的伤亡数字也在不断扩大。当年那个靠着恐怖工业产能打赢2战和冷战的霸主，现在居然连最基本的弹药都造不出来了。这就不得不提到美军过去这些年极其荒谬的建军思路。他们一直幻想着靠极其昂贵的高精尖武器去打零伤亡的战争。这种傲慢的思路把美国的军工产业带入了一条死胡同。军工巨头们为了追求极致的利润，把武器库塞满了昂贵但极其脆弱的高性能装备。结果真到了战场上才发现，这些昂贵的玩具根本经不起消耗。战争打到最后，拼的永远是最基础的工业制造能力。
反观伊朗，虽然科技含量不高，但人家拥有相对完整的基础工业，可以像流水线一样疯狂生产各种廉价导弹和无人机，量大管饱。而美军却只能被迫用造价极其高昂的防空导弹去拦截这些便宜货。这种成本交换比简直让人绝望。这不仅仅是军工产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美国制造业系统性崩溃的恶果。几乎所有的基础工业领域都在严重萎缩，军工企业哪怕想扩产也做不到，因为上游的零部件供应商要么早就倒闭了，要么根本没有足够的产能，要么还必须眼巴巴地依赖从中国进口零部件。这就是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致命反噬，这根本不是靠政客们在台上喊几句让美国再次伟大就能解决的。这就是巴菲特手里攥着3000多亿美元现金却根本无处可投的原因。美国的资本除了在股市里疯狂炒作，根本不敢也不愿投入到实体制造业中。除了制造业的崩塌，美国还有一个更加致命的死穴，那就是彻底失效的财政税收体制。这直接触发了可怕的历史周期率。以前我总觉得苏联解体是因为体制僵化，但现在看着在伊朗面前如此狼狈的美国，我突然醒悟了。原来王朝周期率根本不分东方西方，苏联当年是怎么垮的，归根结底就是财政崩了。现在的美国同样走在这条不归路上。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海量的资金，养兵打仗更是个无底洞。但美国现在最大的悲哀在于，他们根本收不上富人和大财团的税，不但收不上来，政府甚至还要给这些巨头大把大把的补贴，而这些富人的资产早就实现了全球化配置。今天美国政府发给他们的补贴，明天就有可能变成人民币资产，变成稳定币，变成黄金，甚至变成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这跟中国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面临的死局简直一模一样。当年的大明朝就是因为对那些脑满肠肥的王爷们收不上税，最后只能把沉重的负担疯狂转嫁到最底层的老百姓身上，各种家派导致民不聊生，最后逼出了李自成。美国现在已经被庞大的金融资本彻底绑架了。现在的美国根本不是什么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彻头彻尾的金融封建主义。一个个巨头垄断企业躺在功劳簿上，摇骰子要补贴，对内疯狂排除异己，对外大搞贸易保护和关税壁垒，这哪里还有半点资本主义活力的影子？看看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建厂的闹剧就知道了。建一个国家级的芯片厂，需要投入海量的政治和经济资源，需要搞定无数个部门的扯皮，根本没人能保证庞大的水电供应，没人能提供充沛的工程师团队，更没人能摆平那些打着环保和多元化旗号的无休止抗议，也没有能力建立起配套的产业链和运输体系。这种僵化的体制还能办成什么事？阶级固化让利益集团侵吞了绝大部分属于国家的财富，他们拒绝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实力阶层越来越庞大，而底层民众的负担却越来越重，国家行使基本职能的能力正在飞速衰退。这就是王朝末期的标准症状。特朗普的这届政府能解决这些积重难返的问题吗？答案是绝对不可能。它既解决不了大企业的征税问题，也压不住高企的通胀，更无法真正给普通民众减负。如果他头铁硬要在这个烂摊子里继续打下去，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会立刻发现，原来美国这只纸老虎已经彻底烂透了。到那个时候，那些潜伏在暗处的秃鹫和猎狗就会毫不犹豫地扑上来，把美国这块肥肉彻底撕碎。所以特朗普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被迫停下来谈判，然后绞尽脑汁地搞出一份极具欺骗性的协议。这份协议必须在字面上让美国人觉得伊朗屈服了，从而保全美利坚帝国最后的体面。同时，这份协议又必须给足伊朗实际的利益，让伊朗人觉得美国已经低头认怂了，大家各取所需，这就叫双赢。其实就是各自回去忽悠自己人。这就是美国为何在伊朗打不下去的最底层逻辑。旧时代的霸权正在我们眼前崩塌，属于美国的周期已经走到了尽头。